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，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。转过身来，爱一直都在，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，穿过人海，爱留下来。越来快乐，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。妈，忍着点吧，很快就到你的。放心，我没事的，死不了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不接你电话，以后只要看到是你的号码，我一定接，随传随到。这是你说的，不要嫌我烦就好了。Madam Chow Mei In， 这里。不用一起跟着来，若恩，你陪我就好了。那我呢？你要好好的帮我谢谢义强，刚才呀，太麻烦他了。妈的，不用了，别那么客气。谢谢你啊。来，喝一点热饮，舒缓一下心情。谢谢，幸好有你，要不然这是意外，别自责嘛。没想到我妈还会打电话向你求救。离婚的事我们跟妈的无关，我还是会把她当亲人的。希望你不会介意。哎，多一个人关心我妈，我还求之不得，怎么会介意呢？那就好。对不起。哎，喂，Mr. Low， 对不起，刚才临时有急事，所以，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Sorry 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妈耽误了你的工作。没事，是我自己疏忽，忘了通知客户。你去忙你的吧，别担心，这里有我们。哦，那好，有什么事打给我。谢谢你。不用谢的，我已经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的。那我走了。姐，妈呢？医生还在帮她做检查。妈每次都骗我们说有到这伤到那的，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成真了。我想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我们好。问题是，她认为好的事情未必真的适合我们。其实这是许多人的盲点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少做些自以为是对别人好的事呢？知易行难。哎，Madam Lim，哎，Lim，若恩若君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啊？不是放假吗？我妈在家跌倒，医生正在给她检查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哎，替我问候她。等办妥了一切，我就过去探望她。谢谢你。好。啊，Sister Wong， 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谈谈。等你放完了假，请过来找我一下好吗？现在也行啊，我有时间。可是你妈妈这样的情况，没关系，有我在这儿。好。这是病人郑有权的家属写来的。我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。若恩，你呀，你应该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呀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客气了。当天是那个人无理取闹，他在病房里不停地用手机，我担心影响到病房里的器材操作，所以请他出去。明明是他的错，怎么会变成是我的问题呢？我个人是非常认同你工作上的表现的，我也知道你是一名好的护士长。可是，这个已经是今年第3起投诉你的 case 了 ，Sister Wong， 我希望你好好检讨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免之。Madam Lim， 我是应该好好检讨，我也会回去好好反省。我不会再来了，
什么意思？我辞职，我不做了。若恩，若恩，妈，你先别动，我帮你。来，妈妈，好点吗？舒服多了。妈，你为什么不住大人房？这几个房间不是舒服多了吗？哎呀，不用了。这一次跌伤啊，我看要住上好几天，一个人很闷的，在这里可以跟隔壁床的聊聊天。妈，我会天天来陪你，你想聊天可以找我啊。妈高兴就好啦。一强呢？他走了。走了。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？一定是你给他脸色看。妈，你都伤成这个样子，还有功夫管人家的闲事啊？这算闲事？算，怎么不算啊？你还敢气我啊？为了帮你拿行李箱，我才从梯子上跌下来的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听你的话，一早把行李收拾好。对不起。你们见过医生了吗？他怎么说？啊，妈别担心，检验报告还没出来。难得有机会一家人出国去旅行，想不到又去不了了。这是意外嘛，谁也不想的。是啊，旅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嘛。你现在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。我累了，想睡觉。你们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你。陪什么陪？你以为生孩子陪月？这里有护士照顾我，回去吧。刚才你说检查报告还没出来，是骗妈的吧？ X 光片初步显示脊椎会有裂痕，详细的情况要等到 CT scan 的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。我只是没有详细的把病情说出来，不算是骗吧。上了年纪跌倒是最棘手的事了。妈老了，看来我们真的要花多一点时间陪她。啊，对了，姐，刚才 ADN 找你什么事啊？还有什么事？我又被人投诉了。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啊？还不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。既然是这样，就别放在心上啊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让人投诉了。我已经在口头上向 ADN 请辞了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觉得很累了。从护理学院毕业到现在，你一直以身为护士为荣，当了20多年护士，你放得下？我突然间有所领悟，做人真的不能死脑筋。人生苦短，没有必要委屈自己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去追求的。我倒觉得啊，你只是一时之气，过些日子啊，你一定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的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反正现在妈需要人照顾，我辞职可以在家里陪她，顺便我也可以重新计划一下未来。其实你可以向院方申请无薪假，不需要辞职。不要再劝我了，我真的已经决定了。哎，我辞职的事不要告诉妈，我不想让她担心啊。其实如果不是那些人胡乱投诉我的话，我还真的不舍得离开这个行业。我去休息一下啊。喂，我真的不懂你在想什么嘞！好好一个休息日不休息，陪我来这边晒太阳啊！我才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，还以为你习惯了，干嘛一直躲在救生艇？你试试看，每天像一棵树一样暴晒在太阳底下，看你躲不躲？哎，前面那个女孩子已经暴晒2个多小时，也不见得她补充水分，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人家喜欢晒，关你什么事啊？
我的工作只是在海里面救人，还有维持沙滩的秩序啊。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喝点水吧，你这样暴晒下去会中暑的。哥，你这样子人家会以为你要搭讪哎。帅哥，我也快要中暑了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拿去吧。救生员，我的皮肤晒得好痛，你能不能帮我擦防晒油？你刚才不是说你快中暑了吗？别晒了哈，啊，快回家，啊，快回家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哈，宁愿闲聊也不帮我擦防晒油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醒醒啊！让我来吧。怎么样了？呼吸和脉搏都很正常，没有溺水的症状。那为什么还不醒来啊？哎，那个不是李南星喽？哎，哇，李南星在游泳嘞！李南星，李南星在哪里？回家看电视吧。我还很辛苦。你到底想怎样啊？我要你做人工呼吸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无聊啊？你不帮我，我就去投诉你。小姐，不要开这种玩笑。我弟弟的职责是救人，如果刚好这个时候有人溺水，那谁来救他？哥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废话。要投诉就去投诉，我不干了。哇，自由了，终于脱离苦海。之前不是说 the sun, the sand, the sea 有这3个 S 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工作吗？这么快就受不了了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千万不要把兴趣变成工作，否则你的兴趣就变成坟墓。是吗？不过我下一份工作还是要3个 S， 一定要看起来很 smart，satisfaction， 还要有可观的 salary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我只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 S。什么 S？ Surrender。不管做什么工作，至少都要坚持3年，真的看不到成绩才转行。哥，这是什么理论啊？那不是在浪费生命吗？像你这样一直换工作，才是浪费生命。再这样下去啊，你到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都已经什么年代了，做什么事情都讲求一个字：快。不喜欢换。问题是在你换之前，你经历了吗？你的思想可以不要这么老土吗？工作就跟感情一样，要快刀斩乱麻，速战速决。人生有几个3年可以浪费啊？我就认识一个花了30年还在做同一份工的人。原来你说的那个人就是老爸。什么风把你们俩一起吹来啊？爸，这个人又炒老板鱿鱼了，又辞职不干了。嗨，我真不明白你在想些什么。不管做什么，至少得坚持10年呢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你说的话跟哥一模一样啊？因为这些话本来就是爸说的啊。那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吗？没错啊，10年磨一剑，乾隆出洞必定石破天惊。你说什么啊？你是不是认真的啊？但是如果你老是待在家里，什么也不做，估计你妈会把你逐出家门。如果要我窝在家里10年呢，我自己都发疯。所以说，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看爸就好。有什么好的啊？这样的行业已经是夕阳行业了，有什么前途啊？
说的也是。以前的人呢，东西坏了就会想修；现在的人呢，东西没坏就想丢了。爸，既然生意越来越差，那为什么不考虑早点退休啊？唉，退休干嘛呢？待在家里，迟早会痴呆的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竟然可以一辈子只打一份工。你到底是在赞我还是在贬我啊？人呢，一辈子只要认真的做好一份工作就够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至少你就做不到。我只是看我要不要而已。爸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帮你关店，早点回去吃饭吧。不行，我在等一个顾客，他说5点要过来。现在都已经6点了，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不要紧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多等一会儿，可能有事耽搁了。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得遵守诺言。那好吧，你也不要太晚。从爸的身上，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。他以身言教，让我明白，把所有的小事完成就是一件大事。能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，本身就不简单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的肚子啊，从刚才就一直痛到现在了。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我可能早上喝的牛奶过期了。要不要回房间躺一下？妈，止痛药来了。你们饿了吧？晚餐还没煮呢。你不要担心，我来煮。哥，不好了，妈突然很痛，你快来看一看。妈，告诉我哪里痛？肚子很痛，很想吐啊。你躺平，把脚伸直，来，慢慢来。是不是这里痛？可能是急性盲肠炎，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证实是急性阑尾炎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好的。请跟我来办理手续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妈，谢谢你。 Sister，你怎么会？我妈入院，我是来陪她的。妈，要不要吃葡萄啊？随便。妈，你去拿水啊。葡萄很甜的，来，吃一个。我辞职的事我妈不知道，你别告诉她，顺便帮我传话给其他同事。你不要滥用职权，吩咐他们特别照顾我。我哪有？我只是要确保一切没问题。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不要为难他们。这个当然，我们这的护士啊是特别好的。哎呀，那天我拿手表去修理，后来贴上了进了医院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那店在哪？在我们家附近。哎呀，算了，等我出院以后我自己去拿。我帮你去拿吧。单据在哪？我跟那个老板很熟的，没有拿单据。这样也行？怎么不可以啊？大家讲个信字嘛。老板，我来拿手表的。我不记得你有来过我的店呢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妈进医院，我是来帮她拿的。哦，你等一等。好，就是这个。谢谢。妈，哎，大姐，你来了。妈，
你去帮我拿手表。老板原本不肯的，幸好我手机里面有你的照片。妈，怎么突然拿爸的表去修理了？这只手表是你爸生前戴的，你爸走了，他也停了。这一次，我原本要把它修好，带他一起出国旅行，没想到还是去不成。由于西级病房没有床位，所以才把他安置在这里。Madam Greg 是因为跌倒入院，说脚踝骨折。肚子痛。Madam Greg 哪里痛啊？这里。这里痛啊！我们把床放下，帮你检查一下 ，OK？ 我帮你。Thank you。没事的啊。痛，肚子痛。这里痛吗？在这里 ，baby 要出来了。哦，我先去忙。baby 要出来了。帮你检查一下啊。baby 要出来了。哦 ，baby 要出来了，来，用力推。baby 终于出来了。多漂亮。那你生完了孩子，要多多休息，多休养，你知道吗？也不可以洗头冲凉。谁说不可以呀？我以40年助产护士的身份告诉你，绝对可以。还需要进补的。原来听到你要离职的消息是真的。做了那么多年，是应该换一下跑道了。真的很可惜啊，是医院和病人的损失啊。我看只有你会这么想，那些投诉我的人如果知道的话，应该是很开心的。你为了这些人辞职，知道吗？其实是为了照顾我妈，我想好好陪她，也想趁机好好休息一下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也好。听说 XYZ 的婚礼告吹了，我们算是做一件好事了。这样也太便宜他了。我不能让这种色魔在医院工作，免得他继续伤人。你打算怎么样？我会向医院管理层告发他的所作所为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那你有证据吗？ XYZ 在医院的表现向来很好，你无凭无据，院方会相信你的话吗？再说，你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他有防备。难道就这样算了？所以我说，一定要有证据。我有一个呢，当警察的朋友，他告诉我，犯下非礼案的人通常会重犯，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落网的人。Morning。Morning。给你。拜。他对我笑，真的吗？没有过期啊！哇，真的是新的一瓶啊！不是酸奶。好喝，哇！Sister Wong 现在放假，你们应付得来吗？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
我们在准备几个病人出院的文件给医生。有什么事记得问我哦。Sister 冠，我发觉到你握笔啊很紧啊，你的手会不会有点痛啊？一点啊。一点。其实我有个小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给我你的笔。这是你的笔，这是我的笔，这是一个酒瓶塞，你试试看。哇，真的好多哎。嗯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创意的啊。其实我还有更厉害的，很好啊。我要去看病人了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Sister 冠很少对人家笑，尤其是男同事。没想到你让他冰山融化。卡路里啊，卡路里，冰山融化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它会影响整个大自然。再说，太好的东西背后一定有问题。你不用做事啊。想不到真的是急性盲肠啊！是啊，要不是哥发现得早，事情就不得了了。因为妈，你的名字取得好，所以经常走好运。我现在住在医院啊，你还说我走好运？儿子说的不错啊，小病是福，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我刚刚才动完手术啊，会好到哪里去？无聊哎。妈，你每次戴的手链我帮你带来了。哇，这样你都想得到啊？家里有个当护士的，好处可不少哦。知道啦，不用一直提醒我。美登秋啊，我来跟你介绍，这是我老公，还有我2个儿子。佳子，哎 ，Sister Wong，傅老板，原来你是 Madam 周的先生啊？嘿，是啊，嘿，这么巧，原来你们住同一个病房。昨天你女儿还来跟我拿手表呢。我都跟她说不急了，她偏不听。妈，算了，反正拿都拿了。来，我扶你上床。你在哪个病房工作啊？楼下的86号病房。那为什么不安排我在楼下住啊？妈，这是医院的规定，你是我的家属，所以就不能住进在我工作范围内的病房。这是什么道理呀？为什么不可以？这是为了避免飞短流长，护士很难专心工作，会优先照顾自己的亲人。照顾自己的亲人有什么不好呢？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吗？你别不服气，我的2个女儿都是护士长，我现在也是由别的护士照顾我啊。妈，你又在投诉什么？不是我投诉，是他。Sister Wong， 你怎么在这？这是我的家人 ，Sister Wong 是我的护士长。你好。哎，早知道啊，那个手表我就给你带来了，你不用多跑一趟啊。佳子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还请多多指教啊。佳子是位好护士。妈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压伤了腰椎盘骨，骨裂处还压到了神经线。这么严重？如果不马上动手术矫正，3到4年之内就会瘫痪，再加上压到神经线，还会导致大小便失禁。那医生建议是什么？动手术。可是也有一定的风险，万一失败的话，也可能会瘫痪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想到历史又重演，爸那时候的情况又出现了。
这一次就让妈自己决定吧。戴良就吃掉奶奶，把奶奶的衣服穿上，假扮成奶奶。小红帽回来的时候，就以为大野狼就是奶奶，他就问大野狼：“奶奶，你吃饱了吗？”大野狼就说：“哦，我吃饱了。”小红帽就吓到他讲：“奶奶，为什么你的嘴巴这么大？”大野狼就说：“我要吃掉你啊！”Excuse me, uncle. 这个 session 只是给10岁以下的孩子。Sorry, Andy. 我的智商呢只有10岁而已。最后，小红帽有没有被大野狼吃掉？你们觉得呢？有。有，答案是对的，有。因为呢，小红帽很笨，他去相信陌生人。其实小红帽的故事呢，是要教我们不可以轻易相信陌生人。OK？ 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Yes。我想知道小红帽他是不是有近视眼啊？这个故事跟他有没有近视眼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呀。如果说这个小红帽呢，他没有近视的话他怎么会把这个大野狼看成是老奶奶呢？没想到你也有温柔跟可爱的一面哦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，每个人都有很多面。例如，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戴着面具做人。是不是那个负心人跟你说你是什么？富家子。哦，没有啊。怎么？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不是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是坏事来的。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吧。在研究心理学？不算是研究，只不过呢，对心理学的书籍呢比较感兴趣，尤其是 sex。sex？ 别那么敏感。其实性不是洪水猛兽，它只不过是一个途径，一个手段。通过它，可以更了解人性。你这么喜欢心理学，为什么不去当心理医生啊？喜欢一样东西，并不代表一定要去占有它。打个比方说，如果你喜欢看那种推理性小说，难道你就要去成为一个凶手吗？哇，你的思想真的很有问题，喜欢推理。正常人会应该想要当侦探，而不是凶手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正常了？我只是举个例子罢了。通常不经大脑、随口说出来的话，最能呈现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心态。别那么认真好吗？我只不过跟开玩笑。人只要起了念头，就会有一种很想完成这个念头的欲望。弗洛伊德说过啊，这世上没有所谓的玩笑，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。哇，看来你对心理学的了解比我还要彻底。我甘拜下风。哪里？我只是对男人的心理很有兴趣，所以我非常清楚你们在想什么。我还有一些事，我先走了，拜。分明就是心虚。安迪，安迪，谢先生你来了啊！谢谢。怎么样？最近身体还好吗？不好啊。医生给你的药有没有吃？有啊，有吃。有吃哦。好。那这给你。谢谢你了，谢先生。每个月都送东西来给我们呢，真谢谢你的人实在真好啊！记得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。有啊，你的电话在这边，谢先生。还有在好，谢谢。记得了哈。OK， 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你问我很有钱啦，帮他这样养孩子，还养就3个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是我姐姐的孩子。小溪，
带弟妹去游乐场玩，等一下我来找你们。姐姐要吃雪糕，我也是。我们买一吃最好，我们谢谢。钱不够，下次再吃好不好？姐姐，我肚子饿了。你忍，等一酱出去了，就可以回家吃饭了。小朋友 ，Hello， 那叔叔买了雪糕，请你们吃吧。妈咪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，妈咪都不在了。没关系，那我跟你们说，叔叔不是坏人，叔叔是好人，好人请你们吃雪糕。那我说不准吃，你没听到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那叔叔呢就把雪糕放在这里，你们自己吃。叔叔走了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叔叔，你为什么要给我们雪糕？那妹妹，叔叔问你哦，刚才跟你讲话的那个女人哦，她是谁来的？是我的阿姨。阿姨哈，那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已经死了。现在我们跟阿姨住，可是姨丈不是很喜欢我们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溪。小溪啊，小溪。你是谁？想做什么？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恶意。我不认得你，你是那个经常来送日用品的义工。我听林姐说你人很好，还带她去看医生。你认得我那就好了，所以我就不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坏人。这3个小朋友现在跟着你啊。3个月前，姐姐跟姐夫车祸身亡，我就带着他们3个。突然间多了3个小瓜，再加上你自己又怀孕了，应该是蛮辛苦的哦。所以，我老公要我把他们送走。可是他们已经没父母了，我不忍心看他们分开。不管多苦，我都不会放弃他们的。如果不介的话，我可以助养他们的。虽然钱不是很多，不过他们可以3餐温饱，还可以念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。上一次你爸住院的时候，我推着他，也是来到这里。你看，这里的风景多优美呀！妈，等你出院后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？到时再说吧。我现在也怕了，好像被诅咒一样。每次啊，一计划出国旅行的时候，就会出事情。是不是检验报告出来了？说吧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你的腰椎出现粉碎性骨折，而且还伤到腰部的神经。如果不做纠正手术，几年后呢就会瘫痪，大小便会失禁。不过，如果手术失败，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。成功率有多少？58%。妈，
你想动手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担心会瘫痪，我怕我会拖累你们。我看这一次就由洛恩做决定吧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希望影响到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我在6叶酒廊忘了带钱包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Then， 喂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我和我太太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也是在这里，我向她求婚。可是现在，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，那该多好！我还在6叶酒廊，请你过来一趟，好吗？喂，孝忠啊，我喝醉了，一时找不到人。他应该是不会来的。麻烦你了 ，Thank you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我是她男朋友。她的男朋友。你应该有她的手机号码，对不对？打个电话给她，看她的手机会不会响。因为爱的认真，就会完整。原来失去才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回忆从未曾变冷，亲爱的我，答应你们，好好生活也算。是一种责任。转过
少红灯绿灯，错过多少拥抱亲吻，等到最后才愿承